人常言，亲人去世之后，如果他们心中有未了的心愿或牵挂，他们的灵魂会通过梦境与生者沟通。这种信仰一直流传至今，许多人因此期盼能够通过梦境再与已故的亲人相见，或是得到一些未解的安慰。然而，许多人也会产生疑惑，为什么自己失去的亲人从未托梦给他？难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早已将自己忘记了？还是说亡者的灵魂承受着苦难？这些问题常常令心怀思念的生者深感困惑。在宋朝时期的洛阳城，正有一位父亲经历着这种困惑，他的名字叫做赵老先生。赵老先生失去了他心爱的女儿赵玉儿，而他深深的困惑，为什么他从未在梦中与女儿相见？这一问题一直萦绕在赵老先生的心头，让他夜不能寐，思念和痛苦不断积压着他的心灵。虽然赵老先生已经多年未见到女儿的身影，但他依然无法放下那份深沉的父爱，每天都在思考自己的女儿到底怎么样了，她是否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幸福，是否忘记了她？赵老先生的内心无法平静，他的生活在丧女的打击下陷入了困境。无论他如何祈祷，如何渴望与女儿在梦中相见，女儿的身影始终未曾出现过。每当他做梦时，梦见的都是一些陌生人。赵老先生的不解和困惑愈加深重，他甚至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女儿已经彻底忘记了他，或者他的灵魂正遭受着某种磨难。赵老先生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，甚至愈加强烈。于是他开始寻找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的途径。一天，赵老先生前往城南拜访一位老友，归途时天色渐晚，他偶然经过了城隍庙，听说庙中有一位得道高僧，他决定进去请教，或许这位高僧能解开他心中的疑惑。赵老先生一心期待着找到一个答案，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安慰。庙内香火旺盛，香烟缭绕，神像庄严肃穆。赵老先生感到一种久违的宁静，他在神像前跪拜，向城隍爷恭敬地祈祷。城隍爷在上，赵某有一事不解，我的女儿已经离世3年，但为何我从未在梦中见到她？是她已忘记我，还是她在另一个世界过得不好？然而赵老先生起身准备离开时，偶然瞥见庙角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僧正在注视着他。老僧的面容慈祥，眉目间透露出深邃的智慧，仿佛洞察人心。赵老先生心生好奇，便走进了老僧。施主心中有疑惑，贫僧或许能解答一些。老僧轻声开口，声音柔和，却充满了力量。赵老先生心中一动，赶紧拱手行礼。老衲明察秋毫，赵某却有疑问，还请高僧指点。老僧微笑着点头，示意赵老先生跟随他进入一座偏殿。二人坐下后，老僧首先询问施主为何愁容满面。赵老先生将自己失去女儿后无法托梦的困惑一一讲述给老僧。赵老先生说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素不相识的人都能出现在我的梦中，唯独我深爱的女儿赵玉儿从未现身。他急切地希望能够找到答案，想要知道自己的女儿究竟为什么没有显现。老僧听完沉思片刻，随后平静地开口，施主可知梦境的真正来源？赵老先生摇了摇头，他从未深入思考过梦境的来源，只是一直困惑于女儿为何没有在自己的梦中出现。世人常以为梦境虚幻，实则并非如此。老僧缓缓地开口，梦境有3种来源，一种是由心念所生，一种是由前世因缘所致，第3种则是神鬼托梦。老僧继续解释，施主常常梦见陌生人，或许这些人是与施主前世有缘的人，或是这些亡魂有所未了的心愿，他们来托梦。赵老先生听到这里，心中忽然有了一些明悟，他问道，那为什么我的女儿从未出现在梦中呢？他心中的疑问依然没有解答。老僧微微一笑，施主可曾听说过6道轮回？赵老先生点点头，表示自己略知一二。佛经中有言，
众生死后会根据生前的功德与罪业，转生六道：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赵老先生如此回应道。正是如此，老僧点了点头。亡魂托梦需具备2个条件，一是亡魂尚未转生，二是亡魂兑现时仍有强烈的留恋或未了的心愿。赵老先生若有所思，他开始感到自己或许可以得到答案。您的意思是，我的女儿已经转生了吗？老僧深深凝视着赵老先生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悲悯的光芒。他轻轻点头。城隍爷曾告诉贫僧，善良纯净的灵魂在离世后，如果没有任何牵挂，会很快转生。您的女儿赵玉儿生前孝顺，心地纯良，因此她的灵魂没有在阴间滞留太久，她已经脱离了痛苦，进入了新的轮回。赵老先生听后，眼中泪光闪烁，他的内心深处感到一种巨大的震动。长久以来，他一直抱有希望女儿能够通过梦境与他再见，带走他心中的痛苦。可是现如今，老僧的话语让他明白，或许正因为女儿的纯良和无牵挂，他才迅速地进入了新的生命轮回，而不再需要与他相见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那他现在在哪里？过得好吗？赵老先生忍不住问道，眼中充满了期望和不舍。老僧的目光透过生死，似乎能洞察一切。他深深地凝视着赵老先生，缓缓说道，关于这个问题，只有城隍爷才能亲自给您答案。赵老先生顿时愣住了，心中重新浮现出老僧之前的话，善良纯净的灵魂若无牵挂，会迅速转生，这一点深深地触动了他，让他意识到自己长久以来的痛苦和执念正是让自己无法释怀的原因。虽然他的思念依然深重，但这份思念是否在阻碍着他女儿灵魂的安息？赵老先生的内心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，他决定去城隍庙，向城隍爷寻求最后的答案。夜幕降临，赵老先生独自走向了那座位于洛阳城东的古老庙宇。月光洒在青石板上，庙内香火弥漫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氛围。赵老先生的心中既充满了期待，也充满了忐忑。在这片神圣的庙宇中，他感到自己正朝着解答内心困惑的方向迈进。当他跪拜在城隍爷的神像前时，赵老先生的内心激动而虔诚。城隍爷，我有一事心头困扰。3年过去了，我未曾在梦中见到已故的女儿，请您解答为何如此。话音未落，一阵轻微的风吹过庙内，灯火随着风摇曳，似乎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庄严。赵老先生感到一种异样的震动，仿佛空气中弥漫着某种超越人间的力量。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城隍爷的雕像，而这一刻，赵老先生竟然看到了奇异的景象。城隍爷的雕像的眼睛似乎轻微地动了一下，眼中闪烁着一丝微弱的光辉，仿佛在回应他的呼唤。这一刹那，赵老先生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难道自己已经进入了某种幻觉？或者这真的是神灵的回应？他瞪大了眼睛，几乎不敢眨眼，生怕错过了某个重要的瞬间。就在他陷入深深的震惊中，雕像突然传来了一声低沉而威严的声音，仿佛从远古时空中穿越而来。你所求之事已有答案。这声音悠远深沉，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，仿佛是从天地之间传来的启示。赵老先生的心跳加速，他的眼中涌现出一股难以言喻的惊讶与震撼。他忍不住低声问道，我的女儿，她究竟在哪里？她过得好吗？这时城隍爷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依然低沉，但这一次带着一丝悲悯。她已经转生，进入了新的轮回，心中没有遗憾，灵魂得到了安息。赵老先生听到这句话时，内心仿佛掀起了滔天的巨浪。尽管他内心深知这种转生和轮回的道理，但此刻听到城隍爷亲口确认，赵老先生的心中依然感到难以释怀。他深切思念女儿，无法放下那份深沉的父爱。
几年来，他一直在期盼着能够再与女儿相见，哪怕只是在梦中。但如今，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：女儿已经进入了另一个轮回，他的灵魂已经得到了安息。赵老先生的眼中突然涌现出泪水，他声音颤抖，哽咽地问道：他真的忘记了我吗？他是否再也不需要我了？城隍爷的声音带着一丝慈悲和深深的理解，沉默了一会儿后缓缓答道：他并未忘记你，但他已经不再需要你的牵挂，他的灵魂在离世前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。他的离开是他修行的一部分，是他自己灵魂升华的一部分。你所感受到的痛苦，其实正是你未能放下的执念。赵老先生的心猛然一震，这句话似乎击中了他内心最深处的软弱和痛苦。回想起这些年来，他一直无法放下对女儿的思念，无法释怀她的离去。每一次看到女儿的照片，每一次想到她离世的那一刻，痛苦便再次涌上心头。赵老先生突然意识到，这种痛苦并非来自于女儿，而是来源于他自己内心的执念，是他对过去的无法割舍，是他对无法改变的命运的抵抗。他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静静地坐在庙内，感受着这一切的流淌。他的内心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，他突然明白了，自己一直在为无法改变的事物痛苦，而放下执念，学会接受，才是他需要做的。只有放下，才能真正得到平静和安宁。他低头静默了许久，耳边是庙内香火袅袅的声音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神圣而宁静的气息。赵老先生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与释然，他的心中不再有那么多的疑问与痛苦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理解和宽慰。他明白了，自己所做的每一份努力和思念，虽然出于深深的爱，但如果一直执着于此，将无法走出过去的阴影。就在此时，一阵温暖的微风吹过，庙内香火在风中轻轻摇曳。赵老先生的心中忽然涌现出一股温柔的力量，他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前方，似乎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那个身影仿佛就是他已经失去的女儿赵玉儿。他的笑容依旧温暖，眼中没有痛苦，只有平静和安详。那份安宁仿佛就在赵老先生的眼前，近得触手可及。这时，赵老先生听见耳边传来了一声低语，那声音轻柔而充满安慰，仿佛是从远方传来的，带着一种不言而喻的温柔。爹爹，不要再为我忧虑，我过得很好。这一声低语虽然轻微，却仿佛击中了赵老先生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那一刻，他的心境变得异常平静，仿佛从未有过的宁静充满了他的整个心灵。他知道，女儿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归宿，她已经进入了新的生命，继续着他自己的修行与成长。而作为父亲，赵老先生终于明白了，他的思念并不是对女儿的束缚，而是一种爱的延续，一种深沉的祝福。赵老先生不再为自己的执念所困扰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宽慰。他不再迷茫，不再悲伤，而是感到一种无比深远的宁静，仿佛女儿的灵魂与他依然在某种形式上存在着连结。虽然不再是通过梦境，不再是通过肉体上的相见，但这种爱已经超越了生死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，永远存在于他内心最深处。站起身来，赵老先生朝城隍爷的神像再次行了一礼。这一次，他的心中没有任何疑问，没有任何沉重，只有一份由衷的感激和释然。他感到自己不再是被困在过去的痛苦中，而是找到了通往未来的道路。生活中每一段情感都需要放下，放下并不意味着忘记，而是学会宽容和成全。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寂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，在思念中找到安慰。赵老先生缓缓走出庙门，月光如水洒在青石板上，微风轻轻拂过，带来一阵阵清新的气息。走在这宁静的街道上，赵老先生的心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释然与安宁。
他明白了，亲人的离去并非生命的结束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。就如同城隍爷所说，善良的灵魂早已超脱，进入了新的轮回。那些生者与逝者之间的牵挂，不必通过梦境来延续，他们会在心中，在记忆中，在深深的祝福中永远存在。赵老先生的心灵得到了洗礼，过去的痛苦与困惑渐渐化为清风，融入了夜空中。尽管他依然思念着女儿，但他不再为此而痛苦，因为他知道女儿正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很好，他的灵魂得到安息，而他的思念也将转化为对未来的希望和祝福。他继续前行，带着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的希望，迈向了新的生活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